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林女士今年56岁了，虽然她的身高有174厘米，但是体重却只有46公斤。每天早晨的时候，林女士为了多睡一会儿，她就选择不吃早餐。前一段时间早晨起床后，林女士就像往常一样没有吃早餐，突然她就觉得有点心慌手抖，由于持续的时间比较短，而且后来又恢复了正常了，所以林女士也就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今天林女士还是没有吃早餐，她突然再次出现了心慌手抖的症状，而且还伴有头晕乏力。这个时候林女士开始觉得情况有点不对了，于是她就拨打了120去了医院。到了医院以后，医生在了解了林女士的情况后，就给她开了一些检查。检查结果出来以后，显示血糖 2.63 毫摩尔每升，初步考虑为低血糖。随后林女士在接受治疗以后，症状就逐渐缓解了。在生活中有不少朋友都可能有出现过饥饿就心慌手抖的症状，其实这可能是某些疾病的信号。那到底是哪种疾病会引起一饿就心慌手抖的情况呢？一饿就心慌手抖可能是以下3种疾病在作祟。一、低血糖。在临床上，一饿就心慌手抖比较常见的原因之一就是低血糖。说到这里，可能会有很多朋友觉得奇怪了，低血糖为何会引起心慌手抖呢？血糖是人类能量的主要来源，我们大多数的生命活动都是需要血糖来提供能量的。当出现低血糖的时候，就会促进人体分泌很多的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分解物质。这类物质能够让交感神经兴奋，进而引起心慌手抖的症状。与此同时，当出现低血糖的时候，多数人还可能会伴有头晕、乏力、出汗等的症状。如果低血糖不能得到及时的纠正，那就有可能会对大脑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严重的时候有可能会引起死亡。虽然说低血糖听起来是比较可怕，但是正常人不太容易出现这种情况，这是因为正常人具有比较强的调控血糖的能力，而且我们也不会长期的处于饥饿的状态。在临床上，容易发生低血糖的主要是糖尿病患者，这是因为糖尿病患者调控血糖的能力普遍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如果他们不及时的吃饭，那就有可能会引起低血糖。大家可不要小看了低血糖，它可是会引起昏迷的。一旦低血糖昏迷超过了6个小时，那就可能会对大脑造成严重的损害。因此，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平时应该随身携带一些糖果或者是冰糖。2、低钙血症。低钙血症顾名思义，主要是指血液中的钙离子浓度降低，进而引起了手足抽筋、心慌、手抖等的症状。当出现低钙血症的时候，它可以诱发心律失常，比如窦性心动过速、房室传导阻滞、心脏停搏等。而心律失常本身就容易引起心慌的症状。至于低钙血症为何会引起抽搐，这个主要是因为血液中的钙离子浓度降低以后，会使肌肉的兴奋度增加。正常的情况下，钙离子可以抑制钠离子内流，这样的话肌肉的兴奋性就不会太高。如果血液中的钙离子浓度低于正常值的话，那肌肉的兴奋性就会增加。肌肉的兴奋性增高以后，即便它不受刺激也能够变得兴奋。如果心慌手抖考虑是低钙血症，那就可以查个血钙，一般都能够明确的诊断。在确定了是低钙血症以后，一方面需要及时的补充钙离子，另一方面还需要寻找引起低钙血症的病因，只有从低钙血症的病因下手，才有可能会取得不错的效果。3、甲状腺功能亢进。很多人可能对甲状腺功能亢进并不了解，甚至都没有听说过这种疾病。这里我来解释一下，甲状腺功能亢进主要是由于体内的甲状腺激素分泌的太多，从而引起氨铂质增粗，
体重下降、出汗增多、食欲增加、失眠多梦、心慌、手抖、突眼等的症状。甲状腺功能亢进患者之所以会出现心慌的症状，一方面是因为这种疾病本身会引起心率增快，而另一方面，甲状腺功能亢进也可能会引起心律失常。至于甲状腺功能亢进为何会引起手抖，这个主要是因为甲状腺激素分泌增加，会导致交感神经兴奋，进而使得肌肉颤抖。如果出现了心慌手抖的症状，并且还伴有甲状腺功能亢进的常见症状，那就需要排除甲状腺功能亢进。这个时候只需要去医院做个甲状腺彩超和甲状腺功能的检查就可以了。其实引起心慌手抖的原因，除了上面提到的这3个以外，别的还有很多。常见的包括心律失常、焦虑、情绪激动等。4. 帕金森病。帕金森病主要的症状就是静止性震颤、运动迟缓、肌强直等。可能大家对这句话不太理解。通俗的说，帕金森病的患者主要表现为手抖、运动变得缓慢、肌肉的紧张度增加等。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了。帕金森病是可以引起手抖的症状，但是心慌又该如何解释呢？其实这个也很好理解，毕竟帕金森病患者也是可以出现自主神经功能障碍的，这个时候也可能会表现为心动过缓或者是心动过速等。所以帕金森病患者在饥饿后也可能会出现心慌手抖的症状。对于帕金森病者出现的自主性神经功能障碍的问题，可以口服药物调整自主神经功能。常用的药物主要是菊维素。很多人估计也都知道帕金森病目前是无法治愈的，因此得了这个疾病以后态度也比较消极。但是不得不说的是，在被确诊为帕金森病以后，还是需要采取正规的治疗的。这是因为帕金森病如果不及早治疗的话，病情的进展会比较快。如果积极配合专业的治疗手段，患者的生活质量还是可以的。2. 一二就心慌手抖应该怎么应对呢？在出现了一二就心慌手抖的症状以后，很多朋友并不会把它放在心上。很多时候出现了心慌手抖的症状，有可能是某些疾病在预警。当出现了一二就心慌手抖的症状以后，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寻找原因。如果是心慌手抖是因为情绪激动、焦虑、精神紧张，那多数是去除诱因之后症状都能够缓解。如果频繁的出现一二就心慌手抖的症状，那就应该去医院接受正规的诊治了。在明确引起心慌手抖的原因之后，多数都能够取得不错的效果。举个例子，如果心慌手抖是因为甲状腺功能亢进，那一般来说，只要正规的治疗甲亢，这些症状也就会随之消失了。治疗甲亢的手段目前来说可以分为3种，即药物治疗、放射性碘治疗、手术治疗。具体应该选择哪一种治疗方式，那是需要专业人士来进行评估的。所以经常出现心慌手抖等的情况，不一定就是低血糖，也有可能是其他疾病作祟。如果经常出现这种情况，那建议最好尽快的去医院检查，查明原因，对症治疗，以免延误治疗。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